混战之中，吕布一方的部将曹信弯弓搭箭，射出一箭，这一箭正中夏侯惇左眼，箭矢插入眼眶。夏侯惇伸手一拔，连箭带左眼一起拔了出来。他看着手中带血的眼珠，大喝一声：“父精母血，不可弃也！”张口吞了下去。建安3年，曹操第2次南下攻打张绣。这一次，他把张绣围在穰城，又在撤军途中击败了张绣与刘表的追兵，但他没有继续留在南阳，而是带兵返回许都。数月之后，东面的消息传来，吕布的部将高顺攻破小沛，曹操派去的援军也被打败了。张绣仍然留在许都西南方向。一个刚刚压住南面威胁的人，为什么宁可把张绣留在身后，也要立刻转向另一个方向的敌人？上一次南下打张绣，曹操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典韦死在宛城的营门，长子曹昂把自己的战马让给父亲，死在乱军之中。侄子曹安民同样没有活着回来。那一次的根源在曹操自己，他纳了张继的遗孀，又秘密谋划除掉张绣，计划泄露，最终逼得张绣在贾诩参与谋划下发动袭营。教训足够深，但曹操不能不再来。张绣占据南阳，背后连着荆州刘表。南阳是许都西南方向的门户，如果长期放任两人联合，许都的侧翼就始终暴露在威胁之下。曹操要稳住中原，迟早要解决这个方向的问题。建安3年春，曹操再次出兵，这一次他直接围攻张绣所在的穰城。出兵以前，荀攸曾经劝过曹操，张绣依靠刘表供给粮草，两方表面联合，实际上彼此都要承担压力，长久拖下去，内部可能自行出现矛盾，不必急着强攻。曹操没有接受，他率军包围穰城，张绣平城坚守，刘表则从荆州方向派兵救援。围攻持续下去，穰城没有立刻被攻破，曹军却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。就在这时，北面传来一个更危险的消息，袁绍的逃兵报告，田丰正在劝袁绍趁曹操主力远在南阳，直接袭击许都，迎走天子。这个消息是真是假，曹操无法确定，但他不能拿许都和汉献帝冒险，继续围城或许能够拿下穰城，却可能把政治中心暴露给袁绍。立即撤军等于暂时放过张绣，但至少可以保住后方。曹操决定撤围北归，可撤退并不顺利。刘表派兵从侧后截断曹军归路，张绣也率军逼近。曹操的大军一度被堵在安众一带，前后都受到威胁。曹操趁夜开凿险道，将辎重先行转移，又布置伏兵，故意露出仓促逃走的样子。张绣、刘表联军果然追来，等追兵进入预设位置，曹军伏兵突然从两侧杀出，前后夹击，大败追兵。曹操终于打开了北归的道路。他没有彻底解决张绣，但至少在离开南阳以前，先打退了张绣与刘表的追击。曹操的大军继续北撤，张绣并不甘心，看见曹军退兵，他立刻准备追击。上一次在宛城，张绣正是利用曹操放松警惕完成袭营，这一次曹操主动后退，他仍然想抓住退兵的空隙。贾诩拦住了他，不可追，追则必败。张绣没有听，他带兵追了上去。结果正如贾诩所说，曹操虽然撤军，但退而不乱。他知道张绣可能追来，于是亲自率领精锐留在后方断后。张绣追上去以后，面对的不是混乱撤退的曹军，而是曹操亲自指挥、严阵以待的后卫。双方交战，张绣大败，只能带着残兵退回。他刚刚回来，贾诩却说了一句完全相反的话：现在赶快再追，必胜。张绣愣住了，刚才追击已经被曹操打得大败，现在部队尚未恢复，贾诩却让他立刻再追一次。张绣问：刚才先生说追则必败，现在为什么又说追则必胜？贾诩没有多做解释，只让他立即出兵。这一次张绣听了，他重新收拢败兵，再次追赶曹军，结果真的赢了。曹军后队遭到攻击，伤亡不小，张绣扳回一场，带兵返回。回去以后，他再次询问贾诩：第一次让我不要追，我不听，果然败了；第二次让我追，我追了，果然胜了，为什么？贾诩解释说，曹操用兵一向谨慎，军队实力也没有耗尽，却突然解除穰城之围，说明他的后方一定出了紧急情况。他知道张绣会追，因此第一次必然亲自断后。张绣虽然善战，却不是曹操亲自指挥下的精锐后军的对手，所以第一次追击一定会败。但曹操打退第一次追兵以后，急着赶回北方处理后方危机，不可能继续长时间留在队伍最后。他会把后军交给其他将领，自己率领主力轻装加速前进。曹操的部将虽然勇猛，却未必能挡住张绣亲自率军追击，所以第二次追反而能胜。张绣沉默了，两个完全相反的建议，对应的不是曹操从谨慎突然变得轻敌，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曹军后方的指挥者。第一次追到的是亲自断后的曹操，第二次追到的是已经急着北返，把后军交给部将的曹军。贾诩判断的不只是追兵与退兵之间的距离，他判断的是曹操什么时候还留在后面，什么时候已经不得不赶到前面去。
这是建安年间最精彩的战场判断之一。但贾诩赢下的只是一场追击，张绣和刘表守住了南阳，却也刚刚在安众遭到曹军反击。短时间内，他们需要重新整顿兵力。曹操因此得到了一段并不稳固却可以利用的时间。真正让他不能继续等待的消息，几个月后从东面传来。建安3年9月，吕布动了。他重新与袁术往来，又派出手下最能打的将领高顺、张辽带兵攻击小沛。小沛是刘备的驻地，刘备名义上是豫州牧，实际兵力有限，独立抵挡高顺的进攻极其困难，只能向曹操紧急求援。此时曹操已经从南阳返回，他没有亲自出动，而是先派夏侯惇领兵救援刘备。《三国演义》把这场援救小沛的战斗写成了夏侯惇一生中最骇人的场面。夏侯惇领兵赶到小沛外围，与高顺正面交战。高顺统领的是吕布麾下最精锐的步兵，人数不多，但装备齐整，进退有序。混战之中，吕布一方的部将曹信弯弓搭箭，射出一箭，这一箭正中夏侯惇左眼，箭矢插入眼眶。夏侯惇伸手一拔，连箭带左眼一起拔了出来。他看着手中带血的眼珠，大喝一声：“父精母血，不可弃也！”张口吞了下去。随后挺枪催马，直取曹信，一枪将其刺死。整个战场在那一瞬间仿佛停了下来。一个将领拔出自己的眼珠，吞入腹中，然后骑马杀向射伤自己的敌将。这种超出常理的凶悍，足以成为后世记住夏侯惇的场面。但战场不靠一个人的勇气决定胜负。夏侯惇负伤以后，援军仍然没能挡住高顺。曹军战败，小沛的外援被切断。正史可以确认的是，吕布派高顺、张辽进攻刘备，曹操派夏侯惇救援。夏侯惇最终被高顺击败，夏侯惇也确实在与吕布军作战期间伤了左眼。至于曹信放箭，夏侯惇把使丹经并当场刺死曹信，则是《三国演义》对这场战斗的文学强化。小说让夏侯惇赢回了个人的勇名，但在真正的战局中，曹操的援军仍然输了。没有了援军，刘备独守小沛已经撑不了多久。9月，小沛陷落，刘备的妻子再次落入吕布手中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。上一次徐州易手时，吕布便扣留过刘备的家眷，这一次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。史书记载，刘备几乎单身逃出小沛，他后来在梁国境内遇到了准备东征的曹操，随后跟随曹军一起前往徐州。小沛失守的消息传到许都，夏侯惇战败，刘备妻子被俘，吕布不仅控制着下邳，还开始主动向小沛扩张，并重新与袁术发生联系。曹操决定亲自东征，但这个决定立即遭到反对。不少将领认为，刘表和张绣仍然留在许都西南方向，曹操若率主力远征徐州，一旦两人从背后出兵，许都将再次面临危险。这个担忧并非没有道理。几个月前，刘表、张绣还在安众一带截断过曹军退路，南阳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。荀攸却提出了相反的判断。刘表和张绣刚刚遭到失败，短时间内需要重新整顿，不敢立刻再次向北行动。吕布的情况却完全不同，他骁勇善战，又重新依靠袁术，如今已经攻破小沛，击败曹军援军。如果让他继续在淮水、泗水之间扩张，附近的地方势力可能陆续响应。更重要的是，吕布刚刚重新改变阵营，与袁术的关系也没有完全稳定，部众内部尚未真正形成一致。现在进攻仍有机会在他重新整合徐州以前将其击破，继续等待，吕布只会变得更难处理。曹操采纳了荀攸的判断，张绣和刘表仍然危险，但他们刚刚战败，暂时被压在南面，吕布却正在向外进攻，而且正处在既危险又尚未完全站稳的短暂阶段。曹操最终决定亲率大军东征徐州，张绣的事情暂时留在身后。曹操没有解决张绣，穰城仍在，张绣的军队仍在，刘表仍然控制着荆州。就在几个月前，曹军从南阳撤退时，还遭到张绣与刘表的前后夹击。所以曹操决定东征吕布，并不是因为南面已经安全，他只是重新比较了两个方向的时间。刘表、张绣在安众遭到失败，两军虽然没有被彻底消灭，但需要重新收拢部队，恢复士气，也要重新判断曹操是否会再次南下。这给了曹操一段短暂的空隙。吕布的情况却正好相反，高顺攻破小沛，击败刘备，也击败了曹操派出的援军。吕布已经不再满足于控制下邳，而是开始向徐州西部继续扩张。他又重新与袁术发生联系。袁术虽然在称帝以后接连受挫，却仍然控制着淮南。徐州与淮南一旦重新呼应，曹操的东面就会出现一个更难处理的敌对区域。但吕布此时也有一个弱点，他刚刚重新调整与袁术的关系，徐州内部的将领、地方官员和刘备旧部并没有真正围绕他形成稳定的秩序。小沛的胜利扩大了他的底盘，却没有立刻把这些地方变成牢固的根基。吕布正在变强，但他还没有完全站稳，这就是荀攸劝曹操立刻出兵的关键。
继续等下去，吕布可能整合徐州，修复与袁术的关系，再把小沛的胜利转化成新的兵力和粮食。到了那时，曹操要面对的就不再是一个立足未稳的吕布，而是一块已经连成整体的徐州。现在出兵，吕布最危险，却也最脆弱。曹操真正选择的不是张绣和吕布谁更强，他判断的是两个窗口。南面的张绣刚刚战败，暂时需要恢复；东面的吕布刚刚获胜，却还没有完成整合。一个窗口刚刚打开，另一个窗口正在关闭。曹操可以暂时把张绣留在身后，却不能继续把时间留给吕布。这次东征还有另一层背景，袁绍正在加紧围攻公孙瓒，一旦河北战争结束，北方的力量便可能迅速集中到袁绍手中。曹操无法确定真正的北方决战什么时候到来，但他知道在那一天以前，自己必须尽量清除侧翼上能够独立行动的敌人。张绣依托刘表仍然危险，却在短时间内受到压制。吕布占据徐州，能够主动进攻，又随时可能改变联盟方向。曹操主力一旦北上，他就可能再次像进攻小沛一样，从东面突然动手。曹操决定东征，不是因为小沛比南阳更重要，而是因为吕布已经证明，只要曹操的主力离开，他就会立刻利用空隙。这种敌人不能留到与袁绍交战的时候再处理，所以曹操放下南阳，并不等于放弃张绣，他只是先解决那个时间更紧迫的敌人。张绣的问题可以以后再谈，吕布必须现在就死。建安3年10月，曹操的大军从许都出发，向徐州开拔。夏侯惇失去了一只眼睛，但他还活着。刘备失去了小沛，也失去了家眷，几乎单身逃出的他，在梁国境内遇见曹操，随后跟着东征大军重新返回徐州。吕布坐在下邳城中，手里多了刘备的地盘和人口，他大概觉得自己刚赢下一场漂亮的仗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正因为这场胜利，曹操已经把他排在了下一个必须解决的位置上。曹操的东征大军即将抵达徐州，吕布据守下邳，陈宫在旁献计。这一次，曹操不准备再让他离开。